迈克杰克逊的死亡真相。迈克杰克逊是一位划时代的音乐家，而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你知道迈克杰克逊去世的真正原因吗？都说迈克杰克逊的疾病是遗传，但为什么不是一出生就能确诊的呢？接下来我会用八字干支医学的知识来解释迈克杰克逊的死亡的真正原因和他身患遗传疾病的命理原因，并且我还会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教你如何通过八字干支医学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来了解自己可能存在的疾病的隐患。大家好，这里是元宝医学，我是老韩。我们先分析一下迈克杰克逊的八字。他是1958年8月29日中午12点13分出生，排出来的八字干支就是戊戌年、庚申月、戊寅日、戊午时。如果之前看过我讲的一些明星视频的案例，大家都会发现他的这个八字跟吴秀波的八字很像。那我们先分析一下他这个八字。那戊土日干就代表他自己，就代表迈克杰克逊。那天干上的五行关系是日主的戊土生了庚金，那这个庚金就代表他的才华和表现力，也代表他的唱歌表演的一些能力。那金为实在的东西，所以他的表现也好，他的唱歌作品也好，都是很实实在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干上有两个戊土都在生这个庚金，也代表迈克杰克逊的身边有很多的人，或者是有很多有才华的人，或者说有表演才艺的人跟他在一起。我们通过迈克杰克逊的经典 MV 里边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舞者与他一起出镜，来一起舞蹈。那虽然戊土它在生庚金，但同时这个庚金也在消耗这个戊土。那这里边会不会是它产生疾病的基本原因？我们还要继续分析。那再看日柱，日柱是戊寅，寅五行属木，五行的关系是木克土，也就是说地支的这个寅木它就要克代表迈克杰克逊的戊土。那面对寅木的这个克，那他能不能去制住这个寅木？也就是说，如果能制住寅木，他就能对于寅木所代表的事业、贵气、名气来去得到他的。那这个寅木克戊土，它就代表正的方面，事业、贵气、名气。如果是不好的一面，那可能就是疾病隐患。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他能不能治得住这个戊土了。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点呢，就是地支里边的组合。在地支里边已经组合了寅午戌三合火局，这个火局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一个团队，跟迈克杰克逊一起表演的这种演出人员，甚至说乐队等等，跟他一起去配合。那1963年癸卯年，5岁的杰克逊他便开始显露他在歌唱和舞蹈方面的才华，正式出道。杰克逊和他4个哥哥在父亲的组织下成立了乐队，而且是以迈克杰克逊作为主唱。那乐队最出名的也就是迈克杰克逊。那在他这八字干支中只有他的日柱戊寅是包含着寅木所代表的贵气，那年柱的戊戌、时柱的戊午都没有寅木所代表的这种贵气，而他会容易被寅木所克，也就是说容易有疾病。那这就是所谓的叫先天的疾病。那面对寅木疾病的威胁，有没有办法解决？是有的。在五行关系当中是木生火，火生土。而原居的寅木，它可以生实支的午火，午火进而可以生到戊土，所以在他的八字干支中是通过火五行来化解这些寅木所代表的疾病隐患的。但是月柱是庚申金，它会在不断的在消耗的日主，同时地支里边申金会冲寅木来打开地支藏干来，同时地支里边申金在冲寅木，如果打开地支藏干来看，这个寅木那申金冲寅木其实就是壬水克丙火，所以命主疾病的诱因是因为五行当中的金和水来伤害了木和火。那金五行是什么？刚刚讲了，代表他的才华表现力，也代表他的创作源泉，但是这些也在不断在消耗他，他只有靠八字当中的午火还有地支形成的这火局来弥补他的消耗，与金去平衡。所以火五行也就是他八字当中的关键字，只要火没事，他的健康就没问题；只要火一出事，他就会出现伤病灾。那水五行在他八字里边就会代表着金钱、情绪、女人等等。那由于水是克火的，它会导致火被受制，火一受制，这金又不断的在消耗它，
所以迈克·杰克逊的音乐事业，包括他的情绪，甚至说他所经历的一些绯闻等等，都是导致他患病的一些诱因。实际情况，迈克·杰克逊常年患有重度的白癜风和家族遗传的红斑狼疮，并且导致肤色、脸型等等一些问题。那迈克·杰克逊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确诊这些疾病的，通常下产生了这些诱因才会确诊的。那在他的八字当中，有一部大运是癸亥运，其中有一年是1983年，就叫癸亥年。这个癸亥它是干支一气的水五行，那说明在这部癸亥运和1983年癸亥年里边，这个水五行就是要克火了，火被水克了，那么木就会直接克它的戊土了。如果你学过我的基础知识课程，就会知道戊土可以代表皮肤，皮肤被克就代表他的皮肤有病，所以外在表现就是皮肤病。实际情况也是，在1983年他就有了皮肤病的症状，并且于1986年丙寅年最终确诊了。那1986年也是在癸亥运中，也是水克火的一个应期流年，并且到1984年1月27日，他还遭遇了意外着火，2级烧伤。这个时间，1984年1月27日，他还没有立春，依然是癸亥年，年份依然是癸亥年乙丑月，仍然是水克火的时间段。可见水一旺，它就会克火，对它产生各种的麻烦、病症，甚至说严重的一些疾病。按照他的履历，在1999年6月27日，迈克·杰克逊走上一座横跨在舞台前方的大桥上，连人带大桥一起从50米的高空中直坠下来。这个时间正好是甲子运1999年己卯年5月，火是关键字。这个流年己卯的卯会破五，刚说了，木五行代表的是疾病灾祸，那火五行被破坏，就会出现出灾祸的一些问题。所以通过八字干支易学的知识，我们会了解到火五行是它的保护伞。那通过这些信息，把这一点把握好了，我们就可以去调整它身体健康了，进而来判断什么时间会出现一些疾病隐患，包括怎么去调整化解，让它去减轻甚至是避免一些疾病甚至麻烦。但是迈克·杰克逊他并不了解这些，他身边的人也不知道。那从2001年，迈克·杰克逊开始走乙丑运。丑我讲过，在12地支当中是最阴暗、对火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支。那这部乙丑运的丑，它就会伤害八字当中的火，它会通过丑戌刑伤害戌中的丁火，丑寅合伤害寅中的丙火。同时呢，丑会引发水来去克火，进而还有丑午穿破坏午火。那时间走到了2009年己丑年，这个丑就又到位了。在6月25日下午2点26分，医院宣布迈克·杰克逊因急性贝博芬和苯二氮卓类药物中毒导致心脏骤停，不幸去世，年仅50岁。他是下午2点公布的去世信息。那根据我们的推断，实际发病应该在中午的午时，也就是11点到13点之间，才符合他这个八字。把这个八字干支按照时空八字排列出来，就是己丑年庚午月辛丑日甲午时。在这个时空八字里，也可以明显看出来，就是丑来穿午火的应期，所有的火都受伤了，才导致他的去世。那所以学过我基础知识课程的朋友们就会知道，穿它就代表快速突然的意思，所以他会心脏突然骤停而去世。我们可以通过八字干支易学去推断一下他去世的原因。在八字当中，午火可代表心脏血液，而丑午穿其实代表丑伤害了血液和心脏。丑是金库，金的五行的库，也代表吃喝，而丑作为金库还代表的多，所以他吃了很多伤害心脏的东西。那丑是土，还可以理解成别人，也就是说他吃的东西是别人提供的。那丑中的金要克八字中的寅木所代表的疾病，那么金就代表着食物或者说药物，那金为西方，也就代表着西药，所以丑和寅就是丑中的辛金合了寅中的丙火，这可以理解成丑中的这些所代表的药物直接进入了血液当中去，组合起来就是他的医生所代表的别人注射了很多的西药，进而呢影响了迈克·杰克逊的心脏血液。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2011年11月7日下午，迈克·杰克逊非正常死亡案宣判，杰克逊的私人医生莫里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服刑4年的监禁。
我相信通过之前上面对迈克·杰克逊八字干支的分析，你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另外，关于迈克·杰克逊曾经被指控为恋童的真伪，还有名气大涨等等的一些话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直接告诉我，我会找时间再详细讲解他的八字内容。经过解读，我们已经知道了迈克·杰克逊身体疾病以及去世的命理原因。如果他能了解到干支易学的这些知识，并且有意识地进行规避，针对性地调整生活习惯，一定可以避免很多的灾祸的。在曾经学习八字干支易学时，我跟很多学员说过，学通八字干支易学能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直系亲属延寿10年，这话一点不假。在现实中，越是成功的人，越是年长的人，都愿意了解八字干支易学，因为长时间的经历让他们知道，不论是生活成就、工作、感情、事业，甚至说健康，它都是有规律的。不论是拥有的、失去的，它都是由命运的规律来决定的。那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个规律循环不断，所以他们就更加想要测算未来、趋吉避凶、延长寿命了。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屏幕前的你了解自己的人生规律吗？你会不会也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进而提升自己的运势，同时改变自己的生命质量呢？很简单，只要你学习一些八字干支易学的基础知识，你也能测算未来，提升运势了。人都会生病，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找到自己生命中的疾病隐患呢？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个平常人的八字，也是用八字干支易学的知识来分析他的疾病隐患。戊辰年庚辰月甲寅日壬辰时，我还是简单分析一下他这个八字。那甲木是代表他本人，那坐下的寅木是代表甲木的禄星，也可以代表他的身体。那我们会发现月支和时支有2个申金在冲克这个寅木所代表的身体，这就是一种疾病的隐患。也就是说，申金或者天干上的庚金其实就是可以代表疾病。那2个申金包围着他这个寅木，其实就是什么？他的身体受伤很严重的一个象。那寅木在地支里边，它代表是身体内，所以它可以代表肝胆，也可以代表腿脚。所以这个八字，它的命主，它的肝胆腿脚一定不好，这就是先天受克的一种表现。我们再看这个甲寅木，那如何去解决这样的病症？要靠实干上的壬水，因为壬水它会化解庚申金的金，进而壬水它会生甲寅木，所以有了这个水，这个金就不直接克木了。那在这里边，这个水五行就变成了甲木的一个保护伞了。那什么时候这个壬水的保护伞被坏了，那这命主八字当中的疾病、灾祸、麻烦就全来了，而且严重的就会影响到生命。我们看这八字中年干有个戊土，就会形成土克水的组合，很不好。也就是说，它在原局当中就存在着水被克的组合。实际命主也是在2004年甲申年，这时候大运是壬戌运，就因为肝病去世了。那壬戌运它会引发辰戌冲的组合，辰戌冲它是2个土，2个五行相冲，它会让土五行非常强，进而呢来克坏这个壬水这个保护伞。同时辰戌冲也是水火相战，把戌中的火都给灭了。2004年甲申年，甲木又坐在申金上，是坐在绝地上，使得甲木一点气都没有。所以不难发现，在八字干支中，克制日干的五行就代表疾病。那么这个代表疾病的符号在哪里，所对应的身体的位置就容易出现病症体现。那么通过八字干支易学的知识，是否可以帮他减轻疾病呢？回答是可以的，很简单，就是围绕我刚刚说的，利用水五行去做好它的一个保护伞。那在他的八字干支当中，地支有一个申金和辰土，那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提前让命主佩戴一个小老鼠的饰品，甚至说养一只小仓鼠，它都可以增加水五行的气势。由此可以通过金生水，让金所代表的这种疾病不直接克木，不伤害日主。还可以告诉他可以去中国的北方住一段时间，还可以在他房间里呢布置很多的一些水系啊，包括养鱼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他去进行改善和缓解疾病的一些环境场的布置的。听着是不是很简单？其实只要你了解了八字中的这种疾病隐患，你也可以给出很多对应的解决方案的。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八字都不相同，
同时，我们提倡的就是每一个八字我们要单独分析。如果你关注我的频道，你会看到我之前讲过很多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案例。那通过这些案例的一些拆解分析，你也能了解更多八字干支易学怎么去应用的方法。那如果还不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领取一本我创作的《测算未来》这本书，而且是免费的。看完这本书后，你就能更好的理解视频中所讲的内容了，而且还能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并且能指导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如果你对八字干支易学感兴趣，记得关注我的账号，我们一起交流学习。那通过这期视频，我介绍了如何寻找八字中的疾病和简单的应对方法。未来我还会分享更多代表性的一些案例，让你了解更多提升运势、改变命运的方法。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通过我的频道，你会学习很多的知识，改变命运。所以关注我，你已经在改变命运的路上了。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这里是元宝易学，我是老韩，我们下期再见。